Hello， 欢迎回到吉米的频道。那在前面几集呢，我们介绍了日惹这座印尼最古老城市，它的历史、人文以及自然冒险。说实在呢，我认为整个印尼在这么多座城市的旅程里面呢，我觉得日惹给我的体验呢，甚至是大过于巴厘岛的。所以说，如果你错过了日惹的美的话嘛，呢赶紧点击这个画面的右上角的资讯卡吧，相信日惹的美呢，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那这一集呢，我们要去的呢是印尼的首都雅加达。雅加达相比于之前所介绍的印尼这么多座城市呢，算是相当的不同。它就是一个非常现代化的大都市，那高楼林立，然后交通呢也非常的拥塞。那这也促使的印尼政府呢，现在正在积极的在推行迁都计划中，而且呢有非常多呢这些新市镇呢，在雅加达这个城市的外围呢正在打造中。其中一个呢，当地人也格外注目的呢，那就是国际机场一旁的 PIK2。那第一个景点呢，就让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开始讲起吧。PIK2 呢，虽然说离市区很远，然后你搭 Grab 的话大概要40分钟，搭大众运输工具的话可能要超过2.5个小时哦。不过呢，它离国际机场非常的近，那一抵达这一区的台湾旅客呢，一定会有一点傻眼，想说，这不就是一个中国城吗？我干嘛要飞得这么远，然后来看这个中国城呢？那没错呢，这一区的前半段呢，确实是个中国城，包含我们会看到非常多的神像以及雕塑，还有在尽头的这个宝塔。那当然呢，还有包含在两旁的这些都是中国餐厅嘛。那虽然说呢，印尼有非常多的华侨，但是印尼的华侨呢，基本上已经不太会讲中文了，那就更别说有中文字。不过在这边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非常多的中文字啦。不过如果你和我一样呢，是从巴厘岛然后一路横跨了整个爪哇岛，一路玩到了这个终点站，那你大概能够懂我心情，就是有点小激动，会想说，终于可以吃一些就是台湾比较习惯的一些食物啦。不过呢，我今天来大家到这边呢，绝对不是要来大家看中国城的啦，让我们就顺着这个镜头呢，然后继续向下探索吧。哦，对了，题外话呢，这边有一些小吃摊嘛，然后如果你要吃的话嘛呢，店家会给你一张像是订单的一个部分，然后呢，我们就要在统一的到一旁的这个收费站，然后在那边付完款，再把这张单子呢再带回店家，有一点点像是我们要去医院批假，然后再去取药的那种感觉啦。好，那我们顺着这整条大道一直往下走，看完宝塔之后呢，其实穿过马路呢，就会到想要特别介绍给大家的，就是海边的这个餐厅区域了。这里的餐厅呢，结合着海岸，然后配上着凉风，整体的氛围真的是相当的 chill。在嘈杂的雅加达里呢，这里就逐渐成为了是当地人呢想要找一些高级餐厅或说约会的一个好去处了。那整个区域呢，其实是非常的大，甚至还有一大部分呢都还在开发中，所以说相信未来呢，在这个区域呢一定会更加的热闹了。好，那提到这边呢，特别又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来自于台湾的一个饮料店，然后叫做吃茶3000，然后我相信在台中的朋友一定很早就习以为常这间饮料店了。不过这几年呢，常常去东南亚玩，然后呢也很常看到他们的身影，无论是在印尼啊，还是在新加坡等等的。那我个人必须说，这真的是我在东南亚喝过我觉得最好喝的饮料店了。它的茶很香，然后搭配做出来的珍奶也很不错，不会因此而变得非常的稀。所以我其实特别想说的就是，吃茶3000到底什么时候才会在台北开店呢？我真的是蛮喜欢这家饮料店的。好了，那回归正题呢，整个 PIK2 呢，其实就在这样比较 chill 的氛围下呢，然后如果我们伴随着日落在这边散步，然后找一家高级餐厅，那一定会是一个蛮不错、蛮疗愈的一个行程啦。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把目光呢慢慢往南移动，然后呢往市区前进吧。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呢是雅加达的历史博物馆。那认识一个国家或者说一座城市呢，博物馆绝对是最好的明信片。那这座博物馆呢，内部有非常多非常丰富的馆藏，那我们也可以在这边呢看到印尼这个国家它在宗教上的一些变迁，包含了我们一开始会看到一些展品呢是包含佛教的一些雕像，然后到最后呢转变为是印度教的一些雕像，最终呢我们可以发现，开始没有这些宗教相关的雕塑了，反而呢是介绍了更多在印尼当地的这些人们生活的一些模式。那这个呢，也和当时呢印尼的宗教呢转变为是伊斯兰教，而伊斯兰教呢是禁止人们呢去把他们的唯一真神阿拉做成雕塑的。那提到这边呢，我相信大家可能都跟我一样会有个共同疑问，那就是过去被印度跟中国两大文明深刻影响的，而且呢，其实佛教跟印度教都已经在那里扎根的印尼，究竟是怎么转变成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伊斯兰教国家了？因为呢，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所做的一些功课，那或许不够全面，不过呢，也欢迎各位朋友们呢，那大家如果更了解的话，可以在底下留言一起讨论哦。不过呢，在揭晓谜底之前呢，就先让我们把视野移动到雅加达市中心的伊斯蒂克拉尔清真寺吧。那这个清真寺呢，是整个东南亚最大的清真寺哦。伊斯蒂克拉尔呢，其实在阿拉伯语呢就是独立的意思。那这个清真寺呢，当初的建造呢，也是为了象征跟纪念印尼的独立。那清真寺的内部呢，它的主要礼拜区呢非常的大，配上这个挑高的这个穹顶，有一瞬间来到异世界那种感觉。然后呢，内部的这个通风也非常的好，然后还有非常多大型的这个电风扇嘛，所以说即便在雅加达这个天气非常炎热的这个状况，我们一踏进来的时候就有种一瞬间凉爽不少，然后心呢也就跟着静下来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有不少的信徒呢在这边午休哦。好，那我们回到前面刚刚这个话题，印尼究竟是怎么变成现在全世界最大的伊斯兰国家的？其实印尼呢，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呢，一直以来呢，它都是一个高度仰赖着海上贸易的，作为中东跟东亚的这个贸易重要桥梁。那在随着阿拉伯跟波斯帝国的这个发展之下呢，印尼呢跟马来西亚呢，作为这个东南亚非常重要这个转口贸易的地方呢，他们开始意识到了这个伊斯兰势力的这个影响力。那穆斯林商人呢，其实他在做对外贸易上面的时候是有一些特色的，包含他们有非常强大的这个内部的人脉网络，以及呢非常强的这个宗教的向心力。还有呢，穆斯林商人呢在做生意上呢，普遍被认为说较为诚信可靠。那这是因为呢，伊斯兰的教义里面强调这个公平交易，包含了古兰经里面直接提到的，就是真主虽然说许可买卖，但是它是禁止利息的。那这也就使得呢，当地人呢，在跟阿拉伯还有在波斯帝国呢，为了要达成更好的这个贸易合作的时候呢，开始让伊斯兰教呢渗入到了生活上的各个方面。那除了这个阿拉伯跟波斯之外呢，其实呢，包含了郑和下西洋里面的郑和呢，它也是伊斯兰教的。所以说呢，这都促使了在港口枢纽的这些人民呢，开始呢受到了非常大的一个商业的吸引力，去改成信奉伊斯兰教。那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环境，在宗教上面呢，这些商人阶级啊，或者说普罗大众呢，其实在满者伯夷王朝的控制下，这个印度教的管理之下呢，他们也都不是主要的特权阶级嘛。于是呢，这个相对包容性更大的伊斯兰教呢，也就更有了可乘之机。那随着呢满者伯夷王朝的这个衰落，而崛起于港口城市的马六甲苏丹国、旦木苏丹国以及马达兰苏丹国他们的兴起，最终呢他们就取代了满者伯夷王朝。那以伊斯兰教为基础的这些国家，刚刚说到的这些苏丹国呢，也就渐渐的成为了印尼爪哇地区的主宰了。因此呢，我们可以说呢，算是在经济的包装之下呢，伊斯兰宗教被很好的销售到了东南亚地区，尤其是印尼跟马来西亚。那这个部分呢，其实我觉得也跟现在的这个民主政治的发展其实是有一些相似的地方啦。那博物馆的对面看到一个非常大的公园呢，其实就是印尼的独立广场，然后还有它的国家纪念塔。那这个占地真的非常的大，然后呢又没有什么阴影，所以说呢，如果大家想要来这个地方的话嘛，那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好防晒哦。
那国家纪念塔呢，其实可以买票上去的，不过我个人是不是那么建议啦？主要是因为上去能看的东西其实并不多。那再加上呢，在这个地方我真的有一个比较受不了的一个经验，就是在这边真的是疯狂被插队。那因为这边的电梯很小，然后又很热嘛，所以说呢，其实在这边等呢就会有一点小小的不耐烦。然后呢，常常看到就是只有队伍里面呢只有妈妈在那边排队，然后一群小孩在那边跑来跑去，那边玩耍。等到他们快到的时候呢，那群小孩就直接冲进来，然后呢搞得整个队伍呢像是有排跟没排一样。甚至我们觉得小孩就算了，然后他们的这个家里面的爸爸或者是他们其他的长辈也是这样，这是非常的破坏体验。不过呢，这个纪念塔下方呢，我觉得还是有蛮不错的地方的，那就是呢，还有介绍一些印尼的历史。那主要呢是聚焦在印尼是如何独立成功的。那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对于印尼的现代化历史呢有多一点的认识的话呢，还是可以来这边的哦。最后呢，想推荐的呢是我在雅加达晃一圈里面，我觉得最好玩的景点——索引公园。那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过泰国曼谷的暹罗古城？那基本上呢，他们算是同一个概念呢，就是把印尼各地的这些代表的建筑，然后复制到这个地方。那整个园区呢，算是非常的大哦。所以请提醒大家一下呢，就是呢，有些地方呢它是比较偏的，然后呢商店不是那么的多，所以说建议大家一定要备好水跟零食，然后呢防晒一定要做足，不然真的会被晒干。那当然呢，整个园区很大嘛，所以你可以选择步行，也可以选择搭游览车，然后甚至还有缆车等等的。那我去的时候呢，刚好遇到了很多的小朋友，然后呢，他们好像在参加一个当地的传统舞蹈的比赛吧，很有趣，也很可爱。那有少数的建筑呢，其实是需要额外收门票的。不过呢，都是那种比较给小朋友的一些展览馆。还有一些地区的建筑呢，他们是会有一些传统表演的。所以说，大家不妨呢也可以放慢脚步，稍作停留一下，然后呢，好好的来欣赏一下当地的特色表演吧。
哦，对了，这边再和大家科普一下就是呢，印尼虽然说是作为最大的这个伊斯兰国家，但是呢，他们对于其他宗教的包容性呢，其实还是很高的。那这也跟他们当地的宗教发展这个适应历史有很大的关系。甚至呢，其实宗教信仰呢，对于印尼这整个国家呢，都有极高的重要性。在印尼宪法里面呢，有所谓的5大支柱，其中一个呢就是信仰。政府呢，甚至规定了每个国民呢，都必须要有信仰某一种宗教哦。在其中呢，印尼政府所承认的宗教之一呢，有一个就是儒教。所以说，不外乎呢，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非常大的孔庙，甚至是天坛。那在整个缩影公园里面呢，也还有非常多的宗教建筑嘛，因此呢，其实还有当地人呢都会前去他们的家乡的内区，然后去礼拜哦。那雅加达相对于印尼的许多城市里面呢，稍微比较没有这么的观光吧，就是呢，我觉得好玩的部分呢比较少，就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城市啦。所以说，如果你刚好有一天可能没有什么事情做的话嘛呢，我其实还是蛮推荐大家可以搭一台 Grab， 然后来到这个缩影公园来好好探索，好好玩一下。好啦，那以上呢就是我在雅加达的旅程了。下一集呢，我们会帮大家整理整个印尼独旅自由行的一些注意事项。那如果你有什么疑问呢，都赶紧欢迎你在下面留言告诉我，然后我会尽可能的呢协助你回答你的问题。那如果呢你不想要错过在接下来未来更多的旅游冒险影片的话嘛呢，就赶紧订阅我的频道吧，然后还有 IG 可以追踪哦。那所以更多的知识影片呢，就在吉米的频道。那我们下部影片见吧，拜拜。